般来说，我们台湾人对工艺这件事情就会直接落入一个，它就是一个传统的竹编，它就是一个很传统的什么东西。可是实际上不然，跟欧美国家比起来的话，当代工艺是对设计推进一个很重要的点。一个是去发展如何让传统木作在结构上面去顺应的天然材料去修正。那另外案是直接跟产业有在制作所谓的设计脚踏车单品的公司去做合作，就是我们这次找的那个 AOI。那两岸去做执行之后，再去把它合并去检视，说到底哪个部分会去需要去做协调。譬如说，如果是结构的部分，我们可能会去发展出几个比较适合应力的方式。那在跟产业合作这一案，我们就尝试着跟厂商去做最大的沟通，那让材料去木头跟金属的部分去做修正。当我在做自行车的情况下，我会尽量把我的产品给带入这几个元素，比如说金属，那我就选择一个比较能够耐久性的、保值性的不锈钢这材质。它可能不单纯只是像以往只有木头去做呈现的一个车子，但是呢又能够兼顾到所谓的工艺价值。当我今天是要提一个所谓有公益性价值的产品的时候，我要怎么去让这个产品原来单纯的角色能够更多元或是更丰富？所以我才试着去思考，我怎么去透过这些以往做家具的手法，来去让这个车子赋予不一样的生命。一开始我就想说，有没有可能把一个运动的轨迹结合在这个车架上面？那后来发现可行，因为车架本身它目前常看到的这种三角形的车架，除了中间这一根主的这个杠杆之外，它实际上这个形状是可以被统合在一个椭圆的形状里面。所以刚开始就是用这样的发想去尝试，对。对我来说，就是木工这件事情，就是它已经存在了很久的一段时间，可能有几百年、几千年。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做的不是就是去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技巧或者是技术出来，我反而觉得就是我们可以从中去挖掘一些就是厉害的，或者是已经被人家遗忘的东西，就是让别人重新看到它。我觉得这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对我来说，我想要的是去研究大家做过木质脚踏车大概的形态。那我发现它很多可能是材质上的考量，或者是安全强度上的考量，都会变得比较笨重。所以这次我想挑战的是，在视觉上它是很轻量化，感觉是很不可思议那样，所以它会让它的线条尽可能简单，是我这次一开始创作的时候最简单的一个出发点。